神识回归身体的那一刻，叶晨也瞬时间清醒过来。刚才神识出窍的感受虽然十分漫长，但现实之中似乎也就弹指一挥间。惊骇之余的叶晨来不及多想，便将那木盒拿了出来，在确定暗格内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之后，立刻将石狮子又落了回去，安安稳稳地盖在了那暗格之上。此时周家庄园之中还是一阵鸡飞狗跳，随后他立刻折返，在楼下纵身一跃，从汉克三人所在的房间窗户翻了进去。史蒂夫和罗伊斯父子二人看得瞠目结舌。叶晨从窗户跳出去，他们倒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从窗户跳进来就实在有些颠覆他们的三观。而回到房间内的叶晨见史蒂夫和罗伊斯父子惊骇无比的样子，对汉克说道：“让他们转过身去，你也转过身盯着他们，谁敢偷偷回头就一枪崩了。”汉克立刻道：“好的，先生。”史蒂夫快崩溃了，唯唯诺诺地说道：“叶先生，大家都已经是合作伙伴了，您不必这么不信任我们吧？我知道您拿回来的东西一定是四方宝藏，但我肯定不会对外泄露半个字的。您也不用总是让汉克用枪抵着我们的脑袋。”叶晨问他：“你在教我做事？”史蒂夫吓得浑身一怔，连忙摆手道：“不敢不敢。”说罢连忙将脸转了过去，不敢再看。叶晨打开木盒，看着里面那尊四方宝藏，心中不由惊叹，这宝藏与我刚才神识见到的那尊宝藏一模一样，莫非刚才我的神识就是进了这里？心里如此想着，叶晨伸手将四方宝藏轻轻拖了出来。这尊宝藏主体采用黄金制成，并不像那些专门用来盛放舍利子的宝藏那般奢华，但却处处透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威严。有过方才神识出窍的经历，叶晨知道手中的四方宝藏已经不只是一件法器那么简单，它融合了无数修道之人的灵气与心血，可保天下苍生，江山社稷。虽然它是与最初代的大雁塔甚至整个长安城的格局相辅相成，才能达到最大的功效，但仍旧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器。罗斯柴尔德家族200年长盛不衰，想必也与四方宝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某一个瞬间，叶晨也想过是否将这尊四方宝藏留在自己身边，毕竟这是许多先贤呕心沥血炼制而成，说不定自己能从中挖掘到许多更高深的修行奥秘。可是下一秒，他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四方宝藏本就是先贤为华夏打造，不是某个人就能够将其据为己有的，自己绝不能动此念头。于是他将四方宝藏轻轻放了回去。至于下面的那一册影印版的九玄经序，他也没有拿出来，毕竟现在也不是看书的好时机。东西到手，叶晨开始盘算起接下来的计划。如果霍华德让罗伊斯直接去加拿大，自己就能把四方宝藏带出美国。一旦到了加拿大，把它运回华夏，自然就轻松许多。四方宝藏回国之后，可以经由林婉儿的养子孙之洞帮忙，把它交还给华夏官方。那样一来，自己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不过叶晨却不打算就这么离开美国，毕竟周良运现在还在医院治疗，将来出院之后，美国政府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会怎么对他，还是一个未知数。叶晨不想把他一个人丢下自生自灭，若是可以，还是尽可能把他从监狱里弄出来，起码恢复自由身。与此同时，汉克指挥一众人冲入周家庄园，把周家庄园翻了个底朝天，却没能找到半分有他人入侵的踪迹。可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刚才周家别墅内部动静大作，确实摔坏了不少家具和装饰，一看就是有人来过，否则一栋关着门窗的别墅，怎么可能忽然间叮叮哐哐地摔了一地东西？但诡异的地方就在这里了，这些东西确实像是有人暴力将所有东西摔在地上，可是现场别说人影，连个脚印都没有发现。而其中有些霍华德的眼线，立刻将这件事情反馈给了霍华德。而霍华德一听这个消息，顿时紧张得浑身发抖，他立刻给汉克打来电话。而汉克看到他的来电，连忙看向叶晨，请示道：叶先生，
是霍华德的电话，我接吗？叶晨点点头，接吧。他估计是想问你刚才行动的细节，你就告诉他确实听到了里面的动静，但是没抓到人。如果他问起停电的事情，你就往夸张了说，尽可能用隐晦的方式提醒他，罗斯柴尔德家族内部可能出现了内鬼。汉克不假思索地说道，好的，叶先生，我来跟他说。随即他接通电话，恭敬地说道，先生您好，正要向您汇报，刚才我们发现周家庄园里忽然传来很大的动静，我怕有人通过我们没掌握的密道进入其中，所以没来得及向您请示，就立刻安排手下冲进去了，还请您见谅。霍华德嗯了一声，道，这个你做得很好，紧要关头你凭直觉办事，不需要征求我的意见。说着，霍华德试探性地问道，现场情况怎么样？抓到人了吗？汉克道，暂时还没有，我们的人几乎全进去了，但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霍华德声音很是担忧地问，有人进入的迹象，但又找不到任何线索。发生这种情况，大概率就是有人通过我们不知道的密道潜入了周家，然后又悄悄从周家离开了。说到这里，霍华德又问，对了，汉克，我听说你们那里今晚忽然断电了。对，汉克解释道，今晚2条电路都遭到了破坏，而且维修难度很大，估计中午之前都不会来电。霍华德的心情更是沉重，忐忑地说道，停电的事情应该不是偶然吧？必然不是。汉克没给霍华德留任何侥幸的机会，语气严肃地开口道，先生，我觉得我们所有的行动都在对方的监控之下，对方早就知道我们在这里暗中监控，甚至知道我们在这里布下了大量监控设备，所以他们才破坏了供电线路，让我们的监控设备全部陷入瘫痪。霍华德心中一沉，开口问道，是我们保密工作做得不够好，还是我们内部有人走漏了风声？汉克开口道，两者都有可能，但后者可能性更大。霍华德问他，如果有人走漏风声，你觉得会是什么人干的？汉克道，这个我现在还不敢乱说，需要调查之后才能判断。霍华德又问，那你觉得今晚潜入周家的人是来取四方宝状的吗？一定是。汉克斩钉截铁地说道，对方冒这么大风险，只有取四方宝状这一个可能。霍华德的心顿时沉入谷底，他喃喃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对方肯定已经带走了四方宝状。说罢，他声嘶力竭地对身边的管家吼道，立刻通知所有人，所有部门严密封锁纽约以及周边地区的所有出入口，同时开始在封锁范围内进行摸排，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四方宝状找出来。就在这时，霍华德身边一个人忽然开口道，先生，刚收到加拿大那边的消息，北欧女皇海伦娜要提前到访加拿大。霍华德皱了皱眉，提前？什么时间？今天，据说专机大概在2-3个小时之后起飞，首站到访渥太华，然后是附近的蒙特利尔。霍华德疑惑地问道，为什么忽然改变行程了？那人道，据说是女皇身体有些小问题，预约了下周接受治疗，所以就只能提前了。霍华德嗯了一声，好的，我知道了。电话这边的汉克抓住机会连忙问，先生，那我这边接下来要做什么？霍华德咬牙道，你就算是掘地3尺，也要把他们进出的密道给我找出来。说罢，他又道，对了，你转告史蒂夫，就说海伦娜马上出发去加拿大，让他安排罗伊斯抓紧时间过去准备，我也安排人赶过去帮忙对接。最近我们的声誉一落千丈，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跟北欧皇室打好关系，说不定将来有大用处。汉克连忙道，好的，先生，我这就告诉大少爷。霍华德冷声道，汉克，这次他们在你眼皮子底下进出周家庄园如入无人之境，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追究你的责任。在我还没有想好怎么处罚你之前，你最好能戴罪立功，给我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否则的话，我不会轻饶你。听懂了吗？汉克脱口道，听懂了，先生，您放心，
我一定全力以赴。霍华德那边紧接着便挂断了电话。汉克一脸恭敬地对叶晨说道：叶先生，霍华德让我告诉大少爷，要小少爷准备去加拿大。叶晨点点头，我都听到了。说着，叶晨看向史蒂夫和罗伊斯父子，开口道：你们两个。转过头来说话。两人连忙转过身，恭敬地看着叶晨，等待他的下文。叶晨这时开口道：罗伊斯，一会我跟你一起坐直升机去加拿大，你们的飞行员可信吗？绝对可信，史蒂夫连忙说道。我的飞行员是我的嫡系。好，叶晨点点头，对他说道：一会我们出发之后，你就继续留在这里，等你家老爷子的进一步指示。史蒂夫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他心里只盼着叶晨赶紧把四方宝藏带出美国，一旦这东西离开美国，自己的威胁就没了。他在意的只是继承人的位置，至于这四方宝藏，在他眼里没有任何可留恋的，丢了就丢了。至于这东西丢了之后会不会影响罗斯柴尔德家族100年运势，他也完全不放在心上。在他看来，罗斯柴尔德家族有的是钱，只要他能继位，就算是打个5折也无所谓。叶晨与罗伊斯赶在天亮之前乘坐直升机离开了纽约，因为有霍华德的特批，这架直升机没有受到任何盘查，甚至连入境加拿大都没有任何人过问。堂而皇之的乘坐直升机穿越两国边境，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双边关系虽然没有欧盟国家完全打开边境线那么开放，但毕竟有着一层大家都懂的类主仆关系，所以双边的出入境管理都很松懈。再加上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加拿大影响也很大，所以他们的直升机穿越国境线，加拿大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直升机顺利通过美加边境的那一刻，叶晨也算是放下心来。他给陈肇中发了一条信息，让他抓紧时间买最早的机票飞蒙特利尔。这两个城市虽然离得很近，但航班非常频繁，一天从6点多开始，以1小时2、3趟的频率一直持续到夜里9点半。陈肇中见到叶晨让自己去蒙特利尔的信息，就知道他肯定已经顺利离开美国，于是便赶紧订了最早的机票，等待着赶往机场。紧接着，叶晨又联系了万破军，让他从加拿大紧急抽调几名万隆店驻扎在此的特工，让他们到蒙特利尔等候自己差遣。随后，他联系了远在华夏的伊藤菜子，请伊藤菜子帮忙以伊藤家族的名义，从蒙特利尔包一架越洋公务机，公务机将从蒙特利尔直飞金陵。安排好这些，他乘坐的直升机也抵达了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南部郊区。为了安全起见，他没有让直升机送自己到蒙特利尔降落，毕竟这架直升机虽然不需要边检，也不需要做入境登记，但他从入境加拿大的那一刻起，就始终在加拿大空管的雷达屏幕上。直升机的高度、速度在雷达上一目了然，如果中间降落，就必然留下记录。到时候一旦罗斯柴尔德家族查这条线，就必然会察觉异常。所以叶晨在直升机距离渥太华还有几十公里的地方，便在渥太华南部的农场区上空一跃而下。罗伊斯·罗斯柴尔德眼看着叶晨从100米高空跳下，人都看麻了。但当变成芝麻大小的叶晨落地开始狂奔之后，他便开始怀疑起了人生。而叶晨在落地之后，则一边狂奔，一边掏出手机，给远在华夏的林婉儿打了个电话。此时的华夏已经夜深，不过林婉儿却没有回房睡觉，而是在院子里，在温泉池边守着普茶之母娇嫩的枝叶品茶。在这里喝茶照看普茶之母，就让他满脑子想到的都是叶晨。就在这时，忽然接到叶晨的电话，他的俏脸顿时浮上2片嫣红，旋即羞答答地接通电话，羞涩又难掩雀跃地问他：叶公子这是在哪给奴家打的电话？